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我们的太阳系只是亿万星系中的一粒尘埃。但有一个问题，从20世纪一直延烧到今天，仍然没有答案。如果宇宙这么大，外星人为什么从没来找过我们？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从理论上来说，外星文明应该数以千万计，我们的夜空应该像机场跑道一样，满是灯光与讯号。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发现，没有讯号，没有太空船，没有外星来电。是他们不存在，还是他们太远、太冷静或太先进，以至于我们根本察觉不到？这支影片将带你穿越100种可能的解释，从稀有地球假说到月亮与潮汐的作用，从大气中的氧气比例到文明的进化时间窗，还有我们在探索宇宙时可能忽略的一个又一个盲点。你准备好迎接这场思维的冒险了吗？或许看完这支影片，你会重新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因为有些答案正在遥远的星光之后等待你去发现。所谓费米悖论，是指一个显而易见却又令人困惑的现象。从理论上来看，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外星文明应该多如繁星，但现实中我们却几乎找不到任何它们存在的直接证据。这种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就是费米悖论的核心。围绕费米悖论，人们提出了大量复杂的问题，比如外星生命是否真的普遍存在？为何我们从未接收到他们的讯号？这些疑问引发了科学界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假设和推论，各种解决方案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仅已知的关于费米悖论的解决方案就超过了100种，其中一些基于现有科学理论，有一定的可行性，而另一些则充满想象和猜测，听起来更像是科幻小说。而在众多理论中，有一个格外引人关注的观点，稀有地球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地球之所以能孕育出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并非偶然，而是众多偶然条件奇迹般的汇聚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宇宙中类似地球这样适宜演化出复杂生命的行星可能是极其罕见的。就算生命在宇宙中广泛存在，从微生物一步步演化到拥有技术文明的智慧生物，这条道路也异常艰难，中间需要跨越无数进化的关卡，因此能最终发展出技术智能的文明可能凤毛麟角。因此稀有地球假说被认为是较为靠谱的解释之一，毕竟它不是完全凭空猜测，而是有地球本身的演化史以及一些天体观测数据作为支撑。地球拥有一颗尺寸相对巨大的卫星月亮，这是太阳系中其他类地行星所没有的独特现象。这颗大月亮不仅美观，其实在生命演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事实上，科学家们认为月亮的存在对地球上的生命至关重要，它的潮汐效应调节着海洋的循环，也稳定着地球的自转轴，从而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气候。月亮通过引力与地球相互作用，制造潮汐，这不仅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也帮助调节全球气温。同时，它还能减缓地球自转速度，使昼夜节律更适合生命发展。如果没有它，地球可能早已变得气候剧烈不稳，不利于复杂生命的形成。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问题，地球本身并非始终如一的稳定，即便有月亮存在，它也曾经历过严重的全球冰冻期，整颗星球仿佛被冰雪封锁，这进一步凸显了环境稳定对于生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在太阳系中，地球并不是唯一一个曾拥有地表液态水的类地行星，其他星球比如火星和金星也都曾或可能拥有过丰富的水资源。火星地表曾经流淌着河流与湖泊，留下了干涸的河道和冰川的痕迹，而金星的一些地质特征
也提示它或许在远古曾有海洋存在。这似乎说明，拥有水的类地星球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稀有。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水资源之外，还有其他更加深层次的条件，决定一个星球是否真正适合长期孕育生命，甚至让生命发展到智能文明的阶段。比如，板块构造这一地质活动，它在地球上的存在不仅塑造了山脉与海洋，还帮助调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循环。其他类地行星普遍缺乏这一机制，而这可能正是地球生命得以长时间稳定存在，并最终演化出智慧生物的关键因素之一。最近，奥地利科学院的2位科学家曼努埃尔·谢尔夫和赫尔穆特·拉莫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天文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引人关注的研究。他们认为，板块构造在调节二氧化碳和氧气这2种关键气体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而直接影响一个行星能够维持宜居状态的时间长度。他们指出，如果一个星球的宜居期太短，即使生命诞生了，也可能永远无法进化到复杂的形态，更别提发展出智能和文明了。换句话说，微生物或单细胞生命在宇宙中也许相当普遍，但这些生命所依附的星球很可能缺乏地球这样长时间稳定的环境，不足以支持它们走向更高级的演化阶段。这也正是稀有地球这个概念的核心所在，不是说生命不可能出现，而是说像地球这样能够持续数十亿年，提供稳定宜居环境，并最终催生文明的星球，实在是太过稀少了。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要维持生命的长期发展，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合适浓度的二氧化碳。它既要足以温暖星球，又不能过量以致变成毒气。当植物或微生物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时，它们不仅需要阳光，还需要一个富含二氧化碳的环境来进行碳固定。二氧化碳还能像温室玻璃一样捕捉热量，防止星球热量快速流失，有助于维持大气层的稳定。但二氧化碳也不能太多，否则会像金星那样陷入失控的温室效应。大量二氧化碳层层堆积，使热量无法散发出去，导致地表温度飙升至几百度，足以融化金属。那已经不再是温室，而是高压锅。而且从生物角度看，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还具有毒性，会干扰呼吸过程。所以地球大气中那仅有的 0.04% 二氧化碳比例，其实恰到好处，仿佛是宇宙精心调制的配方。值得一提的是，地球上的板块构造系统并不只是让大陆漂移那么简单，它还通过碳硅酸盐循环这套地质机制，像恒温器一样长期调节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过这一过程也并非十全十美，这种调节机制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延续了生命的宜居条件，另一方面它也埋下了定时炸弹。它最终会吸走太多的二氧化碳，让地球自己冷却到不再适合生命。随着时间推移，板块活动会不断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进地壳深处，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浓度，最终可能导致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整个生态系统随之崩溃。科学家估算，这一过程将在未来10亿年内彻底显现其毁灭性后果。但令人震惊的是，最早在2亿年后，它就可能开始威胁地球上高等生命的存在。不过不管未来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在这一切条件极为苛刻的前提下闯关成功了。生命不仅在地球诞生，还最终演化出了可以反思自身起源的智慧。如果地球冷却和大气退化的速度比生物演化的步伐还要快，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技术文明根本就不会出现。要想出现文明，时机必须天衣无缝。从地球形成到人类崛起，整整走了45亿年，
这是一次长期押宝的进化马拉松，稍有偏差，结果就完全不同。而如果生命的演化刚好慢一点，比如慢个几亿年，就可能错过一具气的窗口，地球就会在智慧诞生前熄火，永远也不会拥有文明。研究人员还指出，除了二氧化碳的调节之外，地球拥有氮氧主导的大气结构，也是维持复杂生命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天体生物学领域，有一种越来越被接受的观点，虽然微生物等低等生命可以在无氧环境中存活，但要发展出复杂的大脑和智能系统，氧气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虽然也有一些其他元素具备类似的化学活性，比如硫或氮化合物，但从已知生物学机制来看，氧气无疑是燃料中最高效的那种，能为复杂神经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没有这种高效能量供给的复杂大脑，就不可能发展出工具、语言、文明、科技，也就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智慧生命。然而，和二氧化碳一样，氧气的浓度也必须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太少不行，太多也会出问题。比如，如果大气中的氧气含量下降到 18% 以下，连最基本的火焰都难以维持，这意味着任何需要冶炼、燃烧的技术手段都将无法实施。这正是生活在水下的生物所面临的天然局限。没有火，没有金属工具，没有文明的起点，即使再聪明也难以突破这一屏障。火是文明的起点，没有它，就无法熔炼矿石、打造器具，连最基本的技术革命都无法发生。可以说，火是从原始人通向现代社会的第一块垫脚石，而地球现在的大气中氧气含量大约为 21%， 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比例，既足以维持复杂生命，又不会引发大范围的燃烧灾难。不过，氧气一旦超过这个平衡点，比如大幅上升，就会带来另一个极端问题，火灾将更加频繁，甚至无法控制，反而危及整个生态系统。当氧气浓度达到某个临界点，火焰变得几乎无法扑灭，森林、草原甚至整片大陆都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地燃烧起来。这样的火灾频率和规模足以毁灭一个尚处发展阶段的文明。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虚构，地球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氧气浓度偏高、火灾频发的时期，留下了地质记录中的焦炭层和被烧毁的古森林。回到最初，地球刚形成时的大气几乎不含氧气，主要由甲烷、氨气、二氧化碳等组成，对今天的生命来说是毒气般的环境。然而，生命还是顽强地在那样的环境中诞生了，不过是些简单的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也没有复杂的结构，依赖化学反应维持生命活动。直到出现了蓝藻类等原始光合生物，它们开始释放氧气，一点点改变了地球的大气成分，最终触发了所谓的大氧化事件。这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气革命。讽刺的是，最早出现的那些无氧生命无法适应新环境，对他们来说，氧气就像毒药。结果大批原始生物在这场生态变革中灭绝了。不过，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退守到了地球的隐秘角落，比如深海海底、地下岩层等缺氧环境中。直到今天，科学家依然能在那里发现它们的踪迹。随着时间推移，地球上的氧气含量逐渐上升，但并不是线性增长，而是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有时剧烈上升，有时又突然下跌。比如说，在大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氧气含量的上升刺激了生物爆发式进化，海洋中突然涌现出各类奇形怪状、结构复杂的生物，仿佛地球突然开了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那个时候的大气中氧气含量其实还很低，最多也就 10% 左右。这说明生物的复杂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氧气浓度，而是取决于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在氧气含量还未达到维持燃烧的临界点之前，地球上是没有火的，即使有雷电也不会引起燃烧。真正意义上的有火时代，要等到氧气浓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开始。到了泥盆纪，也就是大约4亿年前，氧气含量出现了大幅上升的趋势，一次次像脉冲一样跳跃，甚至达到 15% 左右，为植物在陆地上的扩展提供了巨大助力。再往后进入石炭纪，氧气浓度更是达到了历史巅峰，一度超过 25%， 有些研究甚至认为可能达到了惊人的 35%。 这是地球有史以来最易燃的时期之一。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站在石炭纪的森林中，我们的肺部会因为高浓度氧气而感到舒畅，起初甚至觉得比现在呼吸还轻松。当然，如果你停留太久，可能会出现氧气中毒的症状，比如头晕、呼吸加快、肌肉抽搐。但只要不是剧烈活动，短时间内在海平面呼吸那种空气是没问题的。奇妙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下，爬到高山反而更适合人类呼吸，因为高海拔会带走一部分过多的氧气，让空气变得更接近我们现代的浓度。不过，故事到这儿又拐了个弯。高氧时代虽然让生物蓬勃发展，但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灾难风险。在石炭纪，大量蕨类和其他古老植物疯狂生长，占据了陆地，进行强烈的光合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氧气。但这种生态盛景也让地球变成了一个天然火药库，茂密植物加高浓度氧气，火灾几乎是必然发生的结果。在公元前 3.6 亿至3亿年前这段石炭纪时期，地球经历了一连串灾难性的森林大火，不仅因为氧气充足、植物密集，更因为当时生态系统中缺乏有效的分解者，死去的植物残骸堆积如山，为火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这种极端环境塑造了一个真正的火灾星球。如果当时有像人类这样的文明存在，他们将会面对的是持续不断、规模巨大的野火灾难，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加州或澳洲山火几个数量级。为了更好理解这些变量如何影响文明的可能性，研究团队模拟了多种不同的生物圈情境，他们设定了不同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组合，并观察这些虚拟星球上的生态系统能存活多长时间，能否孕育出复杂生命。基于这些模型，团队还引入了一个核心假设：技术文明的诞生需要极长的稳定进化期，少则几亿年。他们据此推算出，即便银河系中真的存在其他文明，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平均距离也将非常遥远。最终，他们得出的一个惊人数字是，我们与最近的另一个技术文明之间可能相隔约33000光年，这相当于从银河的一边飞到另一边。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很孤独。这也就意味着，银河系中也许确实有多个文明曾经或正在发展，但彼此之间距离遥远的近乎绝望。任何通信或交流的尝试，都像在无边宇宙中大声呼喊，回应微乎其微。实事求是地讲，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即便那样的文明正存在于3万多光年外，我们也极难通过射电波、光信号或其他探测方式捕捉到它们的任何痕迹。举个例子，即使我们用上最大型的射电望远镜，像阿雷西博这样的超级设备，如果对方没有用极高功率发射无线电信号，我们也根本听不到。发射那样强信号的成本巨大，维持更是几乎不可能。更棘手的是，研究还指出，为了让2个文明在茫茫宇宙中重叠，也就是说同时存在并能互相侦测，他们必须各自存活至少28万年。要知道，人类目前的技术文明才刚刚起步几千年。坦率地说，我们人类文明是否还能再存活28万年，谁也无法保证。气候变化、资源枯竭、
甚至我们自身的冲动行为，都可能让我们在未来的宇宙通信中缺席。所以，有一种非常朴素但也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它们确实存在，但实在太远，我们目前根本看不到，就像在浩瀚沙漠中2只蚂蚁互相找不到一样。然而，这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费米悖论真的如我们所见那样成立，那么它的解答可能不仅仅是距离遥远这么简单，它甚至可能颠覆我们对宇宙文明的全部期待。核心问题之一，可能是我们的搜索方式本身出了问题。我们用来寻找类地行星的方法，尤其是凌日法，可能存在我们尚未充分意识到的系统偏差。这一点与目前主力系外行星探测工具之一 TASS 及凌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密切相关。TASS 的观测结果依赖于对恒星亮度微小变化的精确解读。TASS 的探测方式和之前的开普勒望远镜类似，当一颗行星从它的恒星前方经过时，会造成恒星亮度短暂下降。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就可以推测出行星的存在与大小。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目标恒星附近还有其他恒星存在，这些临近恒星会稀释主星亮度下降的程度，从而误导我们低估行星的真实大小。这种光污染效应会导致我们误判行星的尺寸，以为它们比实际小得多，从而高估了类地行星的数量。研究人员回顾了 TASS 过往的数据后发现，有几百颗被标记为可能适合居住的行星，其实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大得多，可能属于超级地球甚至小型气态巨行星。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如果过去的数据被低估了，那么真正和地球相仿的类地行星其实少之又少，我们的邻居可能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简而言之，我们原以为宇宙中像地球一样的星球满天飞，但现实可能是，那些真正与地球大小相近、位于宜居带内的星球少得可以数得过来。现在看来，真正满足我们对第二地球定义的星球，或许从原来的几百颗锐减到个位数。这大大加剧了我们孤独吗？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根据目前的 TASS 数据分析结果，在几千颗探测到的系外行星中，只有3颗在大小、密度和可能的岩石组成方面与地球相似，这比例低得令人不安，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进一步的数据修正表明，连这3颗所谓的类地行星，其实也比地球大了不少，可能属于超级地球。虽然仍为岩石星体，但重力和气压更高，并不一定适合人类居住。有天体生物学家指出，一旦行星质量超过地球的2倍，其表面重力将严重影响大气结构、水循环，甚至会抑制地壳活动，使其缺乏板块构造，从而不利于长时间维持生命演化所需的生态平衡。我们只需看看自己家门口的2个邻居，就能明白问题的严峻性。金星本可能是地球的孪生姊妹，但它的大气层变成了浓厚的2氧化碳地狱，表面温度可达460摄氏度，而火星则在尚未进入生物演化中期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水源和磁场。换句话说，它们都没能撑过演化出文明所需的时间窗口。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角度来看，金星和火星都寿命太短，根本无法为生命从原始状态逐步迈向高等智能提供足够长的进化舞台。如果事实是这样，即地球大小且位于恒星宜居带内的行星原本就是宇宙中的稀有品种，那就很好解释费米悖论了。因为这意味着即使有其他文明，它们也可能比我们远得多，不只是3万光年，而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光年之外。换句话说，我们也许并不孤独，宇宙中可能有其他我们，但它们都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像在海的那头点燃火把，我们却连一点光都看不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能不能遇见。
我们或许该放下那种随时能发现外星人的幻想，转而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或许永远见不到他们。当然，这一切推论主要针对复杂生命和智慧文明，不代表宇宙中就缺乏微生物或原始生态系统。实际上，微生物型生命可能在各种极端环境中广泛存在，只是它们并不会制造无线电或发射飞船。令人意外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多数类地行星并不如地球这般陆海兼具，它们更可能是所谓的海地星球，表面完全被深海覆盖，缺乏陆地。虽然海洋世界对简单生命非常友好，但它们并不适合技术文明的诞生。没有干燥的燃料，没有金属冶炼的火源，这些基础条件的缺失，让水下智慧文明的发展几乎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的研究正在逐渐颠覆传统观点。越来越多的化学和地质证据表明，生命可能并非源自深海热泉，而是在潮湿陆地上，比如干湿交替的泥潭或矿物表面发生的复杂化学反应中首次诞生。此外，最新的模拟研究显示，海地行星虽然起初富含水，但由于缺乏板块构造或大气保护，它们的水分可能会在短短数亿年内被太阳风或地质过程剥离，使这些星球从水世界迅速变成干壳星，彻底丧失宜居性。不过，事情又不像表面上那样单向发展，这个趋势其实是双向波动的，结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根据新发现，有些我们原先以为太小不宜居的行星，经过临近恒星的光污染修正之后，其真实大小可能比观测值要大得多，甚至恰好落入类地范围。这就可能导致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原先的类地行星名单被踢出局，而之前被忽略的小行星突然变成新的热门候选目标。然而，事情还没完，新问题接踵而至。即便我们发现了新一批类地星球，它们真的适合发展文明吗？一个关键变量是，这些星球有没有像地球一样的板块构造机制？有没有一颗稳定的大月亮？如果都没有，那它们可能会因为气候剧烈波动或大气失衡而难以维持生命，更别提文明。不过讽刺的是，只要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I， 接收到哪怕一次可信的外星无线电信号，上述所有关于星球大小、演化路径、宜居窗口的科学论证都会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因为我们终于听见了，只需一次确认无误的发现，就足以让费米悖论从科学谜题变成历史话题。一旦它们真的现身，我们所有关于孤独、概率、进化限制的假设就统统不再重要。所以，也许我们真的不是孤单的，但也许我们注定无法相遇。文明像烟花一样短暂，在宇宙的年表上一闪即逝。如果我们与另一个智慧生命真的曾同时存在，那么他们此刻或许也正仰望星空，问着同样的问题：有人在那里吗？但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寻找，因为每一次探索不只是对宇宙的提问，更是对我们自己的回答。感谢你走完这段旅程，如果你愿意，我们会继续在这条充满未知的路上，与你一起仰望，一起思考，一起等待星辰回应。